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称，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于近日成功的在印度奥里萨邦海岸的阿卜杜勒卡拉姆岛上试射了一枚有核打击能力的烈火 P 型弹道导弹，这是印度首次试射烈火 P 型弹道导弹。在试射过程中，导弹按照预定的轨迹飞行，高度精确地完成了所有任务。同时，印度国防部还强调称，烈火 P 导弹是烈火导弹的改进版本，射程为1000到2000千米。关于此次试射的动机，印度显然也是明白了，在高原地区对抗的情况下，人数多并不是优势。毕竟，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山区都不太适合进行大规模的集团作战，再多的军队效果也不会明显。相反，险峻的道路反而会让自身在后勤上造成很多隐患。因此，印度开始向外界展示远程武器，妄图用中程弹道导弹来威胁对手。就目前印度官方所公布的消息而言，如果届时印度在纳加兰邦或曼尼普尔邦部署该型导弹的话，那么东南亚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将在印度的射程内。所以说，印军在边境屯兵20万只是一个障眼法，烈火 P 型弹道导弹才是他们的真正杀招，试射新导弹才是威慑中国的关键。那么，号称可携带核弹的烈火 P 对中国而言究竟有多大的威胁呢？对此，著名的军事专家杜文龙的评价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因为他认为印度就是敏感时刻放了个屁。从这句话不难看出，杜文龙对烈火 P 不屑，但对于中国而言，确实也有这个实力去表达不屑。需要知道的是，有矛就有盾，有攻就有防。得益于俄罗斯方面的装备和技术，中国的导弹拦截能力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除了俄罗斯已经向中国出口的 S-10防空系统以外，中国已经有了完全自主研发的红旗19，该防空系统可以有效拦截射程在1000至3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同时，根据此前公布的解放军西部战区演练中，也可知中国在西部布置了能跟踪多种目标的大型反导雷达，能探测到半径为400公里以内的可疑目标。在探测以后，将由 SC-19进行销毁拦截。毕竟这些装备，印度的弹道导弹进入中国领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自拜登上台后，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变成了美国及其身后的跟班，用来对抗中国的利器。中方多次强调，台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更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的。然而在此背景下，仍然有不少国家在美国的教唆下逐渐疯狂。近日，日本副防卫大臣中山泰秀妄称，面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所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同时伴随着台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有必要保卫台这个国家。公然将台称之为国家，这并不是日本方面第一次口误。此前，日本首相在一次采访时也曾将台称为国家。如今，日本副防卫大臣中山泰秀再次将台称为国家，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日本是胆子肥了，想保台，把中国放在哪里了？中国虽说向来希望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但不代表中国胆小怕事。抛开别的不说，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方面，中国绝对不会做任何的退步。仗着现如今有美国撑腰，日本频频插手台海事务，打着和平的幌子，多次扬言要保卫台地区的安全稳定。至此，我国人只想反问一句：关你什么事儿？哪来的资格管中国的家务事儿？有趣的是，此前日本多位高层叫嚣将使用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并且计划在未来配合美国在该地区战斗。明眼人都能看出，日本这是觊觎之心仍不死，可该国却不管不顾，接连拿中国威胁论说事。既然如此，我国凭什么要客气？对于此次中山泰秀的荒谬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随后的一次例会上公开指责，日本个别政客将台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原则，严重违背日方迄今为止多次做出的不将台视为国家的承诺。此外，汪文斌在2分钟之内火力全开，强调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的意志决心坚定不移，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之事。或许是感觉到我国这次是真的被惹怒了，在中方严正表态1天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谈及该言论时表示，中山泰秀的看法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政府不将台看作国家，一个中国的立场从未改变。简单点来说，岸信夫此举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与日本无关的信号。中山泰秀的叫嚣与日本没关系，日本一直都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的立场，可见中山泰秀这是遭自己国家抛弃了，一时间岂不是众叛亲离了？当然，岸信夫是聪明的，知道继续叫板中国必定遭到解放军反击，于是情急之下立即收手了。
最近一段时间，尽管中美仍然在很多领域展开交锋，但是也有一些迹象表明，美国正迫切想与中国展开对话。之前，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财务部长耶伦，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分别就贸易和金融等领域上的问题与中国进行电话会谈，这就凸显了美国想与中国沟通的意愿，比历史任何时期都要强烈许多。究其原因，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早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就采取了全面的恶华政策，之后拜登上台，更是将这一政策发挥极致。拜登政府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对中国进行围堵，还拉拢盟友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威慑，甚至还想干涉中国的统一进程。然而，从目前结果来看，美国的恶华战略对中国来说几乎影响不大，甚至还推动了中国的崛起，让我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体快速恢复的动力引擎。在此背景下，美国因疫情爆发造成的经济危机与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为了请求中国的帮助，美国开始向中国表达想让两国领导人展开对话的意愿。不过中方对此并未做出回应。更让美国感到难受的是，在此次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中国外长王毅只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了此次会议。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释放出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压根没有意愿想与美国领导人接触。事实上，这也怨不得中国对美国这般爱搭不理，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诚意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一边想与华展开对话，另一边又在台海问题上煽风点火，说不定中国晾他们几天，他们就会捅出新的幺蛾子来威胁中国。果不其然，美媒在近日就开始炒作中国威胁了。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中国已经开始在西北部沙漠地区建造了100多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而且还公布了一些疑似中国新建导弹发射井的卫星图像。同时，报道还称，这100多个导弹发射井如果全部建成，那将意味着中国正在为加强核威慑做出重大努力，这对美国甚至世界的安全来说都是一个巨大威胁。针对美媒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回应称，中国核力量的快速增长令人担忧，为了减少核武器带来的风险，美国将就相关问题呼吁中国进行对话。很显然，这就是美国为了跟中国展开对话而想出来的歪招。他们企图通过大肆渲染中国核威胁来借助舆论迫使中美进行接触。不过这也仅仅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且不说新闻的真假性还有待考证。他们明明是想寻求中国的帮助，现在却还用这种胁迫的方式来让中国就范。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美国不拿出足够的诚意来进行对话，那么美国就只能做好被中国晾在一边的准备了。1号，俄罗斯国家国防管理中心对外称，俄罗斯黑海舰队开始监视进入黑海的意大利弗吉尼奥法桑号护卫舰。该舰于7月1号进入黑海水域，尽管意大利方面表示是为了参与北约国家举行的海上威风2021联合军事演习，是日常活动的一部分，但在外界看来，意大利护卫舰目的并不单纯。黑海一直都被俄罗斯视为自家的后花园，多次强调不经允许任何国家军舰军机不得擅自闯入。可近日，美国却拉着32个国家在黑海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共集结5000兵力、32艘舰艇、40架飞机。在当前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在俄罗斯的地盘上活动，不难看出又是一起冲着俄罗斯来的军事演习。在意大利军舰闯入黑海之前，荷兰海军埃弗特森号护卫舰和英国海军卫士号驱逐舰也都一度靠近黑海，只不过相比英国海军驱逐舰，荷兰海军护卫舰不过是向刻赤海峡方向移动而已。英国海军驱逐舰明显惶惶闯入黑海，甚至入侵了俄罗斯领海。也正因如此，美国驱逐舰在随后遭到俄罗斯军方猛烈的开火警告。英国海军之所以这么大的胆子敢跟俄罗斯叫板，自然少不了美国的教唆。毕竟世界各国无不清楚俄罗斯的强硬，要不是美国，英国驱逐舰怕是来都不敢来。顺着这个角度，不妨大胆的猜测，荷兰海军护卫舰以及此次闯入黑海的意大利海军护卫舰，很可能是美国派出的第2个冲锋军和第3个冲锋军。美国非常清楚俄罗斯在黑海有着根本利益，所以不止一次撺掇北约成员国在该地区进行挑衅活动。美国就是想在黑海打开一道能够更好对付俄罗斯的口子，加上知道俄罗斯的性格，自己忌惮却可以教唆身后的跟班去招惹俄罗斯，这样一来，美国便可坐收渔翁之利。但该国却忘记了，任何国家只要敢挑衅，都必定遭到俄罗斯的反击。无论是英国、荷兰还是意大利，但凡触及俄罗斯的底线，普京绝对会把这些国家的牙齿逐一击碎，毫不留情。怕上门来的挑衅不能手软，俄罗斯深知面对这些强盗不能惯，否则就会得寸进尺。在此背景下，美国3次挑衅行为虽说卑鄙至极，但却是变相自杀行为。该国怕不是当真以为教唆别国叫板中国，自己就不会遭殃吧？
这种非逼普京打响战争第一枪的做法，倒是令包括俄罗斯军方在内的外界都吓一跳。毕竟谁也没见过送上门来找死的。俄罗斯的强硬早已经提高了国家的捍卫主权意识，所以甚至没有白来的和平，只有自身强大，不惧侵略，才能永保和平。